第六个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啊。以前咱们做过一次 C 的讲座培训，这回咱们在这个基础上C++ 的培训。现在就是大概有30多节课吧，30多个课时。咱们第一节这节首先讲这个 C++ 的简介。从哪开始？首先呢，就介绍 C++ 这一章呢，介绍有个编程模式，还有 C++ 语言的概述，还有 C++ 的开发环境。这个内容呢，因为上次介绍 C 的时候呢，跟这个有相似的地方。它是咱们就基于上面 C 的那些介绍，然后做的 C++ 的讲座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介绍一下 C 和 C++ 的不同啊。首先不同在哪儿呢？就是编程的模式不同。所以说第一节咱们介绍一下编程模式。编程模式包括哪几种呢？就是说一个是面向进程的过程的编程模式，就是说面向过程的编程模式。就像咱们以前讲这个 C 语言啊，都是面向过程编程模式。一会儿咱们自己讲讲这个不同啊。还有一个就是面向对象的编程模式，这就是咱们现在 C++ 的这种编程模式了。它跟 C 和 C++ 的不同，咱们上一节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它因为有面向对象，这就是 C++ 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说这回呢，咱们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点。这个面向对象的编程呢，就是这个 C++ 的这种语言的典型的模式。OK。然后再咱们介绍一下两者的不同。首先分别介绍一下这两个不同的编程模式。第一个就是面向过程编程模式，就是咱们以前介绍那个 C， 它是呢就是一种基于函数，你看基于过程啊，基于函数来组织代码的范式。它有一系列的过程，也就是一些函数，也就是互相函数之间互调啊，调去的，都是从跟一个数是一样展开的，就是函数之间互相调用这种编程模式，就是面向过程的。这些过程呢，就通过函数你看实现的一些功能。它的数据和功能是分离的。你看咱们以前定义一些数据结构，然后对一些数据结构进行操作啊，比如说一个学生的一个记录，然后呢对学生的增删改查，这都是一些函数。然后呢，它基于一个数据结构，就是那些学生的数据结构的一个链表。这就是面向过程。然后呢，设计理念呢，就是它这个是基于一些函数完成的。然后程序的核心呢，也就是函数。函数呢，通过接收数据，并对数据进行处理，形成一些调用过程。一会儿咱们可以演示一下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面向过程，也就是 C 语言呢是易于理解，因为它说函数调函数嘛，适用一些小型程序和简单的程序。上次咱们说了 C 语言它，以前是C 语言的课程的时候已经强调了，它是应用环境就是适合于这种小型的，或者说操作系统的，然后驱动的，就是说对效率比较敏感的一些程序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它缺点就是在大语言的语言数据量，就是代码行数比较多情况下，它就是有点力不能及了，就是不太适合，就是这样。现在目前来说，你看咱们现在所接受的一些开发语言，都在用变相对象的，因为你像接触的 Java 呀、C# 呀、C++ 呀，它都是面向对象的，它就是适合于组织这个大型程序。你像现在目前咱们接触的一些 Word 呀，像这些大型的程序都是面向对象的。一会儿咱们就讲讲它面向对象有什么优点啊。这缺点你看没有？它是缺点，属于程序复杂度增加，就不太容易管理，代码复杂度就高起来了，就是不太容易维护。这就是面向过程的，也就是咱们以前接触那个 C。OK， 这是面向过程的。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面向对象。
这面向也说咱们这节课的这个语言的一个编程模式了，就是面向对象。咱们上一节课的时候，介绍 C 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大家大概提了一下 C 加加的一些，提了一下这个 C 加加和 C 的区别啊。C 加加主要是它这个面向对象，所谓的对象呢，就是一种将数据和数据的操作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封装成对象的编程模式。就是说它更接近于人的理解啊，相当于就是我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样。像咱们平常时候接触一些生活中接触一些事物，比如说一些水杯、一个冰箱、一个彩电，咱们大部分情况接触的都一些一个个的对象，这更接近这种编程模式，更接近于就是咱们生活的一种习惯。你像假如一个电视，你拿接上电源以后，然后点开开关，然后点亮屏幕，然后选台，然后快进，然后或者录屏，这些都是一些电视一些基本功能。而这个呢，所有的操作都是对对象，对这个电视的对象进行操作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这个语言呢更加面向人类了，这样的是这意思。这样的，一会儿咱们可以演示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数据和操作，像刚才说那些打开电视，然后操作那些按钮或者是选台，这些都是操作。它同时电视内部呢还有一些数据，它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操作起来就更容易一点。这个面向对象呢，这一节呢只是对面向对象的一些粗犷的介绍。下一节呢，在第5节吧，然后对面向对象进行深入的介绍。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有些面向对象粗犷的一些概念。OK，知道为什么有面向对象，至少为什么在 C 的基础上又出现了 C 加加。OK，然后这个 OOP 就是说面向对象的这种编程模式呢，就是强调类和对象来组织程序，以便更高效的实现代码的复用，更高的模块的设计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可以把一些函数呢，是隐藏在函数的内部嘛，是这样的。OK，这就是它的设计理念，就是强调是做什么，通过类封装和封装数据和行为来实现它什么来做什么。OK，就跟咱们说那个电视机一样的，就是你不用关心它那个内部的电路板啊，或者说那些内部的电路怎么走的，你只要关心它有几个功能，比如说开关键，是切换频道的那些按键，知道这些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。它已经对那个内部进行了封装啊，形成一些类和对象，就是这样的。你只要对这个类和对象操作就可以了。实际咱们以后接触的所有的现在课程后面接受的一些，都是对 C 加加来说都是对象。以前咱们接触 C 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整形啊，一个浮点型啊，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类型。以后咱们在面向对象里操作的时候呢，它有些尺寸类啊，或者一些封装的一些类啊，全是对象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面向对象的一些好处。OK，你看没有？程序的核心，这个程序结构，程序的核心就是类和对象。类是现实对现实世界的抽象，而类中的既有数据，就是说有变量码，同时有操作数据的行为，也就是函数，既包括了数据，也包括函数。OK，还有一个代码的高复用性啊和易于扩展，就是说这个面向对象呢就可以，好比说我先做一个鸡肋，大家做个鸡肋叫 car，OK，一个小车，然后呢在机上做一个就是它是个车的是一个车就是一个鸡肋，然后在机上再做一个呃它的子类呢，好比说做有个 bus，就是一个公交车，但是它那些鸡肋里面东西它都可以做继承嘛，这就是它的好处，可以对代码进行复用。
然后呢，就是缺点呢，就是对相比于面向过程来，初学者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一点。就是说，C 语言的，就是咱们在介绍 C 语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核心是很小的，就是函数最基本的一些结构，语言结构，好比说函数之间调函数这些东西。而对 C 加加来说呢，就是有点更加宏观一点啊，就是说。它就是你一考虑到 C 加加面向对象的话，基本上要从设计层面来考虑了。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有几个类，类具体怎么封装的，它这个整个结构中的表现啊，所以说这个呢就相当于就是比面向过程这个编程呢要稍微复杂一点，它更宏观一点，就是对程序员要求都会高一点。OK。现在就是介绍，刚才咱们介绍了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啊，然后现在就是介绍它的一些基本区别了。这个面向对象的话，面向过程的话，就是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些以过程为中心，强调步骤和逻辑啊。这里边就是咱们以前的一种 C 的那些概念啊，就是过程，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函数嘛，函数一个嵌套之间的函数调函数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然后通过以函数来实现功能，好比说，我用函数1，function1，但是调用2，function2，然后到function3，这样的一些通过函数来实现。然后呢，就是数据和行为是分离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函数呢，就是说来操作数据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就是数据和函数之间是分离的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它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我这个函数呢，可以调任何一个，理论上可以调我定义的任何一个数据啊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函数它这个对这个数据之间的就是约束就不是很强啊。就是说我人为上可能调用一些我不应该调用的数据，它也是可以允许的啊。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一些 C 语言的一些设计理念啊，这样的 OK， 也是它的一些缺点 OK。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下面介绍这个是面向对象的，它就是这意思什么？叫数据跟行为之间，你看没有？它绑定在一个对象里边。OK， 一会儿呢，咱们演示一个这个洗衣机的概念啊，洗衣的过程，看一下啊。然后这就是一个对象，也就是说把这个数据和行为的绑定在一起了，就是说以对象为中心，强调数据和行为之间的封装啊，就跟咱们以前做那个，就拿洗衣机说，洗衣机里边的开始、停止，然后调速，这些呢都是一些公开的一些行为，但它的一些内部的数据呢，它封装在这个那个洗衣机内部了，也就是它的一些状态啊，记录的一些运行了多长时间啊，这些行为啊、数据啊，都在作为一个数据存在它的对象内部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就是咱们接触到的东西呢，就是说洗衣机来说呢，就是一个洗衣机的对象，它只有开始、停止、暂停，然后设置这些基本的一些函数，也就是行为。对内部呢，数据呢，对一些封装，这样的话就是会把那些所有的一些细节呢封装在一个对象里边，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就是数值之间的就是就是不正常的一些调用嘛。那上 C 语言的话，它理论上我这个函数呢可以调用任何数据啊，OK， 只要它定义好的外部的数据都可以调用嘛。而这个 C 加加呢，就是说它把数据跟行为绑定了，有一些内部的属性，像洗衣机啊的内部属性，它就约定成为它私有的，也就是说只有它内部可以调用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把这个编程呢，就是语言的组织呢，就更加那个面向对象化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使这个大程序成为一个可能性嘛。OK， 这就是一个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的介绍。OK， 下面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个例子啊。OK， 这个例子就是洗衣啊，洗衣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洗衣服，用洗衣机洗衣服。这样的话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面向对象跟面向过程，面向过程跟面向对象之间的区别啊。
首先面向过程来说，就是你看没有，就是一个咱们上次学过，就是焖函数，然后调用第一个函数就是放衣服，应该洗衣机嘛，往里边放衣服嘛，然后放洗衣液，然后就是咱们就整个你看洗衣服的过程啊是这样的，然后呢就是把洗衣机盖盖上，然后往里边开始注水，然后启动洗衣机，然后再启动洗衣机让它开始洗。然后在一旦会说定好时以后，或者说你主动让它到了多长时间以后让它停止洗衣，然后在洗完衣后甩干，然后把它取出来。哎，这整个过程呢，你看没有，都是应该就是一个函数调函数的，这几个函数，这一共是7个函数，函数一、函数二，这是放衣服这个函数，然后放洗衣液这个函数，就是函数之间，你看一个函数一个闷来不断的调函数的过程，这是面上过程。这是这样的，如果 C 语言就是这么实现。如果对于面向对象来说呢，就是它首先抽放出来2个对象出来，一个是人，人作为一个主动去洗衣服的一个人，也就是说放衣服、放洗衣液、取衣服，这都是人做的事情，就是人嘛，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动作。他把这个抽象出给人抽象一个对象叫人啊，这样的。它同时有这3个函数啊，3个函数实现这个功能。同时呢，再抽象出来这个另外几个函数啊，你看这里边这个注水、启动洗，这都是一个洗衣机的基本动作，就是这样的，用洗衣机这个基本动作。这样的好处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好处就是把这些本来这些函数都分布在，你看分布在一个主要一个大的函数里面或者闷的函数里面。它这些数据呢，也就分散在这些个这其中，而这个呢，就是把这个呢，就分别出了人和洗衣机这两个对象这个类，然后实例化出人和洗衣机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呢进行操作，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，程序过程中呢，都是对人的操作和对洗衣机的操作了。而洗衣机和人内部的一些数据呢，都是封装在类里面了。OK， 咱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，看这些，这个是整个对面向柜的一个介绍啊。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啊，这就是 C。现在咱们看一个 C 写的函数啊 ，C 面向过程的。哎，这个程序就是面向过程的。你看，这是咱们已经很熟的，就是上节课咱们上一课就是咱们学 C 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就是一个闷函数，然后呢不断的调用这些内部的 C 的函数嘛，你看到没有 ？Put clothes 就是放衣服嘛，然后增加洗衣液是吧？然后加水，然后是开始洗，然后洗涤，对吧？然后是结束，然后再取出衣服，这一共7个函数，然后呢定义出7个函数出来，然后分别实现。哎，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典型的 C 语言啊 ，OK， 都是 C 语言，就是你看没有，闷函数再调用它，调用它完以后结束返回，再调用它，再调用放洗衣液，然后再调用注水，然后调用启动洗衣机，然后再开始洗。然后是结束洗涤，然后取衣服，这就是典型的一个 C 语言的这个整个的操作过程。咱们看一下这个整个过程，编译一下，运行一下。OK， 这个呢，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呢，只是为了演示个概念啊。一会儿咱们看一下，还有一个介绍这个 Qt 怎么用的。OK， 然后编译启动运行一下，然后你看没有？这弄错了，这是这个程序。OK。你看没有？这程序执行的过程就是先放衣服、放洗衣液、注水、启动洗衣、结束洗衣、取衣服。哎，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，这是典型的 C 语言。OK， 咱们再看一下 C++ 怎么做的。OK， 这是咱们另外一个程序写了个 demo， 就是 C++ 怎么做的。OK，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呢，只是说介绍一个基本的理念啊，具体整个这个怎么实现的，咱们后面有章节来实现。OK。只是介绍这个 C 跟 C++ 的不同啊 ，OK。这里边也有一个闷函数啊，那个函数，这样的话它不同点呢就是它定义了一个类叫 person，OK， 一个类。
这一个类，类是人，对吧？然后定一个类就是洗衣机啊，洗衣机在这儿定一个洗衣机。这样的话，他说人就包括了，就是有一个放衣服，对吧？人放衣服，对吧？然后人放洗衣液，这都是人的动作。人取衣服，这是人的动作。然后生成这么一个人有关人的那些一个类，这是这样的 ，OK。然后呢，同时呢也生成一个叫做洗衣机的一个类 ，OK。洗衣机有个是注水，这都是洗衣机的动作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当成一个主语嘛，主语就是这个洗衣机嘛。洗衣机呢就是谓语，就是增加水，然后呢启动洗衣 ，start washing， 然后开始洗，然后结束洗衣。这样的话，就是这个程序呢，就是定义了出2个类了出来。然后也就是说，这刚才那7个函数呢，都会分割出分别放置在这个2个类中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刚才是7个函数嘛，可以看一下，咱们比较一下。OK， 这7个函数，你看这一共7个函数，这是实现的7个函数。这7个函数呢，分别放在这2个类中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 pull close 这是一个人的动作，你看这个 pull close 就是放在人里边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放洗衣液也是人的动作，你看，它不是说把这个都，你看没，就是把这个等于这个函数赋予一个类中了，这是一个增加洗衣液，对吧？也是人的动作。然后是取衣服也是人的动作，取衣服这是人的动作。另外这几个呢就是机器的动作，看到没有？注水开始往里边注水，就是洗衣机往里面注水，然后是启动洗衣机，然后呢开始洗，这几个动作都是洗衣机的动作。也就是说，把这几个函数大家看，你看没有？这几个动作都放在一个类中，叫洗衣机的类中了。同时把这几个有关人的动作都放在一个叫做 person 类里面了。实际最终的时候，你看没有？这整个过程中，你看，就这过程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们看刚才调用过程，这个调用过程，你看 pull close， 这也是 pull close， 就是放洗衣机嘛。增加洗衣液，这是增加洗衣液，只不过说呢，这几个函数呢，就是分散在整个这个，就是这个程序代码中了。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归类，就是放在一个整个一个程序空间中了。好，这个呢，就是你看没有，它也在放衣服，这也在放衣服。怎么来说，这个函数是一个全局的一个函数。啊，这个呢是一个类的内部函数。这个内部函数，它就是说，这就是 C++ 的一些调用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定一个人，然后对人的放衣服，你看没有？这是人啊，一共是3个函数：放衣服、放洗衣液，然后取衣服，这是人的3个动作。可以看出来，就是整个一个过程中呢，你看没有？这是面向对象的思维，这是 C， 这是面向对象，这里思维的不同啊。OK， 看一下。然后这就是洗衣机，洗衣机里边的就是说，你看也是注水。你看所有的过程但是都在调用这几个动作，7个动作，只不过这个动作呢分别放置在一个 person 一个和一个machine wash machine 洗衣机之中。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就是面向对象的编程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呢，从这里边看呢，好像应该差不多。你看，这也是7个函数嘛，这也是7个函数嘛。看着好像不同，实际来说呢，这是组织语言来说，就是说这个它封装在这一个 variable person 的话，或者洗衣机来说的话，它封装这一个类里边啊。这样的话，对于好处就是。就是组织代码更容易一点啊。你看没有？现在来说，就是这里边这一堆代码里边是包括了两种动作，一个人的动作，一个是洗衣机动作。而这个呢，也是这样的，但是它分别放在2个类中了。这样的话，组织代码更容易一点了。如果说是以后的话，会说这里边有一些私有的数据的话，或者说，比如说 int。洗衣机的速度转速，这样的话就是好比说我作为定一个洗衣机转速，然后定一个 private， 就是一个私有的嘛数据，咱们以后会介绍，我只是大概介绍。
介绍一个私有数据，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呢只有这4个函数能够操作它，而这个呢就是如果说以 C 语言来实现的话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们看 C 语言怎么做。如果 C 有个速度的话，它会定义在这儿呢，它定义是这儿。就是说，你这里边就是产生，就是说，你看这是洗衣机的内部参数嘛 ，speed 嘛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是，对 C 加加来说，就是已经强制约定这几个函数，只有这几个函数能够访问这 speed， 对吧？而对 C 语言来说，就没有这个强制性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没有，这是一个人的动作，这是个人，对吧？人也可以访问这个 speed， 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就是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数据呢，就是说，刚才我一直说这个数据的私有嘛，数据私有嘛，将数据跟进程绑定在一起嘛，将数据和操作绑定在一起嘛，然后这就好处了，就是好处了。你看没有？这里边就是说，理论上就是说，这里边的话就是说，已经在通过程序的方式，就是规则的方式，已经约定它只有这4个函数能访问这 speed。就不会就是 RC 语言呢就没有这个约定。你这样的话，这个 speed 是，比如说我这个函数也可以访问它，这样产生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只有一个 speed 的话还好一点。到 C 语言呢就面临着就是说很多这种参数啊，各种参数都要放在这个空间中啊，就产生一个调用问题啊，有可能不适当的调用啊，比如说有关人的，或者说我去往里边放衣服的时候，也可能调用这个 speed 了。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就是维护性特别不好。而现在来说呢，就是说通过 C 加加呢，就是说已经强制你只有人可以操作这个，只有机器可以操作 speed， 而对人呢是不允许的。OK， 行，咱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。OK， 哎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这个 C 加加那程序了。它是你看没有，跟 C 语言的不太一样，就是说这里边就是有关主动性的，就是人，首先这个人这是面向对象的，人放衣服，人放洗衣液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放完洗衣液以后，开关就是一开始运行的时候，洗衣机注水，洗衣机启动洗衣服，洗衣机洗衣机结束洗衣，然后这动作完以后，然后一旦洗完以后，人取衣服，哎，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以对象为主啊，你看到的都是对象。也有操作的功能以对象为主语啊，就是来操作它这样的。而咱们再看一下那个 C 那个，再运行一下 C 的这个东西，看没有？这个函数就没有这个概念，全是你看，它说函数调函数，没有这个对象的概念了。OK， 现在呢这一节呢，咱们就主要进行给大家澄清一些，就是因为介绍 C 加加嘛，C 加加的一些编程的模式，它一些基本的一些编程的规则，与 C 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从这以后呢，下一节开始，咱们所有的东西，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对象，面向对象。所以说，在这里边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有关面向对象的一些基本的概念。这样的话，对以后呢，就是接触起来更容易一些。OK， 下面一节呢，就是有关 C 语言了。OK，C 语言的C 加加的介绍了。C 加加呢，就是它是晚于 C 的啊，晚于 C，但是说面临到咱们上一节讲的一些 C 语言的一些弊端啊，对于上层的应用程序或者大规模的语言、大规模的程序开发，它有一些弊端啊，C 加加进行了改进，是引用了面向对象的一些模式，它1979年才有的。OK， 然后呢，就是基于扩展 C 加加以实现面向对象，大家可以看到的，这是面向对象的。OK。然后用于系统软件、应用程序和游戏开发，还有一些嵌入式。而对 C 来说，你看咱们上次讲的一些，比如说只是和一些底层的，现在 C 语言现在应用场景基本就是底层的一些驱动啊、操作系统啊这些对效率要求比较高的这些领域就主要是 C， 而 C 加加呢就更靠近人类了，就是组织更大型的语言。OK。下面就是说，就是一些比较了啊，一个 C 加加的 C 语言的比较啊，C 加加是面向对象的，这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
它引入了就是类对象的一些基本概念，然后支持封装、矩阵和多态。这是咱们在第4章的时候，咱们再详细介绍有关这一部分的内容。OK。然后它有些构造函数、细告函数，这些都是一些 C++ 的一些基本概念，这都咱们在后边再介绍。然后允许你进行重载，然后就是说刚才实现了一些代码的复用，这就是 C++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。OK。下面呢就是看一下这个 C 加语言的 C 语言的 C 加语言的一个最简单一个程序。OK， 也是一个输出 Hello World。咱们 C 语言的时候输出过一个 Hello World， 这里面你看到没有？就不同点了。OK。首先第一句话就是，这是一个也有头文件，跟 C 一样也有个头文件。你看到要点入了，就是叫做输入输出库流这个库。你看 IOStream， 咱们在 C 语言不就是 standard IO 嘛，就是标准输入输出嘛，那个叫做 printf 来打印输出嘛。这个呢引用了新的一个类库，这是 C++ 的，它用于输出用于屏幕输出，跟 printf 作用是一致的。OK， 咱们看一下这个 C 语言怎么组织的。OK。也有一个 main， 看到没有？也有一个 main 函数，跟 C 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不同点你看没有？它有个咱们现在接受第一个对象了啊。现在大家只是看一下，就是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咱们后面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对象怎么生成的。OK， 然后生成一个对象，这是一个对象 ，Hello World 作为一个对象，对象里边有一个这个 public 就是代表公共的属性的，在以后详细介绍。OK， 这里边就有一个函数，就跟刚才那个。刚才这个语言这个洗衣机里面这些函数一样的，这些函数一样的。OK，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说要打印输出 print message， 打印输出 Hello World。OK， 这里边有叫 standard cout 嘛，就这一个输出的一个函数。这个呢，同样也是 C 语言那边 ，C 语言不是有 printf 吗？这个呢就是 standard cout 嘛，这么一个函数，这是一个 C++ 的一个输出。它是通过这个 IO 输入输出库流库来定义的，所以说呢，跟上次 C 一样的，也是引入一个头文件，它就为了来引用这个函数。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语言就是说打印输出这个 Hello World， 同时就是 stand 就是 endl， 就是一个加个换行嘛。对 C 语言来说不就是斜杠 n 嘛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句话就相当于 printf 类似作用类似嘛，这样的。主要做 C 语言的 C++ 语言的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。下一节咱们会详细介绍这个 stand 标准输出输入输出流这个函数的使用嘛，这个库的使用。然后再看这个函数这个类，这定一个类以后，然后进行实例化，这都大家可以听一下啊。OK， 这就是实例化一个Hello World 的一个对象。然后呢，这个实例呢就可以打印，就通过调用这个里边的函数，通过一个点来调用这个函数。然后打印输出，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C++ 程序了。OK， 一会儿咱们带着演示一下这个程序怎么运行的。OK， 下一节呢，第3节呢就是一个开发环境了。这个跟 C 语言的开发环境类似，也是用 Qt， 开发环境编译看也是用的 Qt。首先第一个介绍这个 C++ 的编译过程啊，也跟 C 语言的相似嘛。有个预处理，然后编译、链接和执行，也是类似的。OK， 这个图也应该类似，也类似，上的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然后通过编辑，然后编译，然后生成 OBJ， 然后链接行执行文件，然后执行。OK， 这个呢就是介绍一个有关的开发环境嘛。咱们这个程序，咱们主要用的开发环境用的 Qt。这个 Qt 上次已经介绍了，就是它是一个多跨平台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嘛，适合于 C 和 C++ 的开发嘛。它内容非常广，非常多，就是支持各种，比如说网络的呀、数据库的呀，各种开发。大家呢就是说课后呢就是可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安装一下。OK， 这个呢我这里边有一个环境，刚才看到那个环境就是。已经安装好了，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过程。OK， 咱们现在就是说演示一下这个过程，看到没有？其实上次 C 已经有过了，只不过来说对这个 C++ 的程序来说没有看过那节课的，就咱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 C++ 的
创建一个进程的一个项目的过程啊。首先一个 new project， 然后呢选择就 console， 这是一个跟上次 C 一样的，然后选择一个选择，然后这个呢，好比说 test hello 吧 hello， 选一个名字叫 hello 这个项目，然后创建，然后这就是目录嘛 ，OK， 然后选一个 CMake。这个有关这个的东西上，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C 语言的课程。OK， 它是说对于 C 语言的文件的一个编译的时候的组织的一个程序，就是说如何编译这些 C 语言，然后选下一步，然后选下一步，然后选择一个编译方式。我这里边已经装上了微软的那个 MS 那个 Visual 2009了，然后就选用一个 Visual 的2009，OK， 然后确定下一步。OK，哎，这就生成了这个，你看没有？这是咱们现在那个 C 语言的文件了，这 C 加这些文件了。OK，这里边同样的就是说，咱们还跟上次一样，就是说，为了它最精简化它，就是像这些有关 C 加加的库，对于咱们来说，目前来说就是没有用到嘛。现在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最精简的一个版本啊，把这些先注释掉。OK。OK，我这以前做了一个程序。OK，看一下这个过程，可以把它粘贴过来了啊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定义，就是刚才那个程序，咱们刚才的演示这个程序嘛，这个程序嘛，刚才这个程序，这个程序，大家看没有？这里边就是说，他们一看没有，它提示要没有就 Hello World 这个类嘛，再提示了一下，可以把它再粘一下，看，把这个类定义过来，这是定义一个类嘛，对吧？OK，这是一个类，定一个 Hello World 这个类，然后呢，省时例化，然后打印输出，然后看一下这效果。OK，哎，Hello World 出来了。OK，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C 加加的一个程序，也是一个打印出一个 Hello World 出来。OK，然后就是刚才说已经安装，已经可以大家安装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刚才看了一下怎么生成一个项目，然后呢就有个 CMake 这个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CMake。OK，这里边就是那个 CMake 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组织这个，告诉这个编译器啊，就是如何来编译这个程序的。刚才一个 main CPP 嘛，然后这就是刚才这个 CPP 告诉这个编译器如何来编译这个程序，这是一个规则。这个呢，以后咱们在不断在丰富这个讲的过程中，我再给大家也不断的讲解一下这个 CMake 这语言的生成的书写的这些规则。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OK，整体上呢，就是说咱们现在这节课呢，就是主要的篇幅呢，就是介绍了一些就是编程的一些模式，就是说 C 加加跟 C 语言的一些主要的区别啊。然后呢，介绍了然后比较了一下这有关 C 和 C 加加的，你看这个用 C 语言的 C 加加编程序跟 C 语言编程序的一些不同点，这就是一些不同点。
同时呢，介绍一下这个有关这个编译器，咱们一些集成环境就用 Qt，然后呢，大家回去有没有的话就安装一下，然后用 BQt 的生成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Hello 的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对这个用这个 C++ 已经能够编译第一个程序已经有了，然后生成一个 Hello 的。下一节呢，就是咱们就会介绍一些有关 C++ 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语法了。行，那这节课呢，就是咱们先介绍到这里边，然后下节课咱们就是开始这个有关 C++ 语法的一些介绍。行，这节课就到这儿了。